库尔斯克今日战报，乌军突破纵深扩至36公里。俄本土8个州4个空军基地遇袭，俄军丧失库尔斯克控制权。普里戈金生前预言成真，乌军成功建立缓冲区。乌克兰战场，乌军在多地持续反击，其中乌军第79旅再度击溃俄军钢铁洪流。俄军祖苏联武器流入乌克兰，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由于俄军仍无法巩固战线，乌军仍在攻城略地，扩展其作战区域。综合多方消息报道，库尔斯克战况已稍显稳定。如今乌军占领的库尔斯克领土宽度突破 73.4 公里，纵深最深度可达36公里，实际控制面积至少1200平方公里，有1500到2000名俄军被俘虏，且这个数据还在扩大。这与俄军2024年的战果相比，某人的脸色估计不太好看哦。今天具体情况，在库尔斯克方向，乌军占领米哈伊洛夫卡，并且由于乌军逼近大索尔达茨科耶，俄军已经开始组织撤离。在克列涅沃方向，乌军前锋部队已经出现在了该市东郊以及克列涅沃西南方的克拉斯诺村，并在沿途占领了夫涅扎普诺耶和沃诺伊万诺夫卡村，拔掉了俄军旗帜。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乌军已突入了克列涅沃市中心。该城镇火力军之前介绍过，这里是库尔斯克进入乌克兰的交通枢纽，其公路、铁路可直达苏梅。打下此地，乌军补给便可源源不断地供应上来，支撑起在库尔斯克的长期作战。这里将是自苏甲后乌军最大的目标之一。在利戈夫方向，双方战斗已在利戈夫郊外打响。若乌军能拿下此地，将和此前已占领的苏甲以及即将拿下的克列涅沃形成呼应，这对于控制库尔斯克整体将十分关键。此外，一旦利戈夫被夺取，138高速公路就将被切断，俄军就会失去重要补给线，且乌军还可通过138高速公路向核电站所在地库尔恰托夫快速推进。可以说138公路以南的所有区域都是乌军目标。至于苏甲向南的乌军，奔着打通2州控制区的战略目标，昨日又相继拿下了库切罗夫、米拉耶夫卡以及戈普塔罗夫卡3个村庄。而在更南面的别尔哥罗德，乌军在控制了科洛特利夫卡，正持续向洪亚鲁加进发。该州长格拉德科夫已经宣布别尔哥罗德州进入1级紧急状态，并且他还表示将向俄政府提交申请，要求提高至联邦级紧急状态。总之，打通2州控制区是乌军近期目标之一，一旦成功，将使俄罗斯大片地区的铁路物流陷入瘫痪。目前，俄军虽也在持续向库尔斯克方向增援，但现实里防线却在步步后撤。如俄军新构建的战壕网又向后撤离至45公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乌克兰的推进速度。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开始打广告，招聘民间承包商去库尔斯克修建第2条防线。在广告中，俄军不挑人，老人、病患、罪犯来者不拒，甚至如果是中介，每介绍一个人还能拿1万卢布，约112美元的中介费，可见俄军急缺人力。火力军估计，等俄军战壕挖好，前线俄军回防到位，届时双方恐将进入新的拉锯对峙。不过好处是，新战场已转移至俄罗斯境内。乌军之所以能在库尔斯克长驱直入，突破深度从28公里猛增到35公里，且俄空天军毫无作为，火力军有理由怀疑库尔斯克州的制空权已经易手。其一，苏34被击落。8月14日，经乌军总参谋部证实，俄军一架苏34战机在库尔斯克上空被击落，飞行员大概率身亡。不过乌方没有说明击落方法。截至8月14日，乌军攻入库尔斯克第9天，已累计击落3架苏34、2架卡52、2架米8、1架米24，且俄空天军并没有大规模出动。若是制空权没有易手，俄军不可能毫无作为，放任乌军长驱直入。其二，同样在8月14日，乌军发动了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其发射4枚导弹、117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8个州的军事目标。虽然俄国防部一如既往宣布击落了来袭的所有目标，没有损失，但从流传的视频信息来看，俄罗斯、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别尔哥罗德、夏诺夫哥罗德、伏尔加格勒、布良斯克、奥缪尔州、罗斯托夫8个州均发生了大规模爆炸。其中夏诺夫哥罗德州的萨瓦斯莱卡空军基地在遭受乌军无人机打击后，发生了至少10起爆炸，不仅停放的战机被击中，就连米格 31K 的专用燃料仓库也悲剧地被击中，并引发大火，目前损失仍待进一步澄清。波罗涅日的巴尔的摩空军基地和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空军基地同样遭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爆炸和大火。
俄方频道证实称，乌军此次袭击是有效的，俄防空系统已无法保护这些设施。乌方则表示将继续摧毁俄军战机，以阻止俄军向前线和乌克兰城市发射导弹。其三，火力军甚至怀疑乌军在库尔斯克州是有了 F-16和瑞典预警机的联动加持，才能在1周时间摧枯拉朽般占领俄本土超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乌克兰官方耐人寻味的表态更是加重了这一猜测。据 Next A 新闻报道，乌克兰空军南方司令部此前发布了一张引人注目的照片，即乌军 F-16挂载着 AM-120 导弹的图片，并且还附加狩猎快乐的文字。联想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勇猛推进，火力军不得不怀疑 F-16已参与库尔斯克州的战斗。更关键的是，后来乌军删除了这则消息，这忽明忽暗的操作无疑也起到了迷惑效果。当然，无论 F-16是否参与了库尔斯克的战斗，乌军在此地取得的战果足以说明一切。而且随着乌军的持续推进，相信很快就会有 F-16下场的视频。8月14日，泽连斯基在其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的战略目标正在实现。泽连斯基称，由于乌军占领了超1000平方公里的库尔斯克领土，未来若有需要，将会在当地设立军事指挥官办公室，建立战略缓冲区，以此保护乌克兰边境地区，特别是苏梅地区免受俄罗斯袭击。据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门科指出，苏梅地区光是在今年夏天就被俄军袭击超过2000次，来袭武器弹药包括但不限于导弹、火炮、无人机等。其实关于缓冲区这事，普里戈金生前于2023年5月就已发出警告。他生前警告称，俄军一定要打击哈尔科夫州，并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缓冲区，要是拿不下来就退一步，在库尔斯克和比尔格罗德建立缓冲区，防止乌军的突然袭击。如今乌军的突入使普里戈金预言成真，其战略目光远胜俄军高层的军事指挥能力，只可惜他不明不白的死了。此外，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舒克表示，基辅将开放人道走廊，将库斯克地区的俄罗斯平民撤离至其他俄罗斯地区或乌克兰。此外，也将安排国际人道组织进入进行援助。至于乌东前线，泽连斯基还承诺将提供更多的武器给乌东各部。在哈尔科夫，俄军在航空火力的支援下，向赫里伯克、利普奇、沃夫昌斯克、季赫以及更东部的沃夫昌西基胡托里的乌军阵地发起了数次袭击，不过悉数被乌军打退。据悉，乌军当天在哈尔科夫方向消灭并打伤了70多名俄军，摧毁了1辆坦克、5辆装甲战车、1套火炮系统以及30架无人机等俄军装备。在顿涅茨克，乌军昨日在托列茨克前线使用 ASM 制导炸弹，对纽约村的俄军集结地实施了空袭。而俄军同样在航空火力的掩护下，对纽约村、托列茨克等地发起了不下20次的袭击。目前该方向乌俄双方处于拉锯战，局势也相对紧张。乌方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州的进攻尚未影响到俄军在托列茨克的进攻，俄军依旧在拼命进攻，试图攻入该城市。在红军村方向，俄军主力也没有撤退迹象。昨日战斗中，俄军共袭击了乌军阵地55次，其中格洛基夫卡、热兰涅地区最活跃，有40次袭击都发生在这里。据悉，在该方向，乌军昨天共消灭了250名俄士兵，摧毁多辆俄军坦克和装甲车。在顿涅茨克市方向，俄军向科斯蒂安提尼夫卡的东南部发动了所谓钢铁洪流式的装甲攻势，不过遭到了乌军第79旅的阻击，结果也像往常一样，乌军第79旅使用海马斯火箭弹，迅速摧毁了多辆俄军坦克和 MT-LB 装甲车，并消灭了大量俄军步兵，并且在行动中，乌军还摧毁了俄军一个前线指挥所。可以说，有乌军第79旅的驻守，该方向已经成为单方向的杀戮场。而为了削弱乌军战力，俄罗斯正试图切断欧美国家援助乌克兰苏联武器。据乌方媒体援引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的话称，目前俄罗斯正在采取多种措施来阻止各国向乌克兰出售苏制和俄制武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俄军前线压力太大。尤其是欧盟国家于2024年2月宣布的由捷克主导的倡议后，俄军压力直线上升。据悉，该倡议计划从第三国购买苏制武器和弹药，以支援乌克兰军队，预计每月都可提供5到10万发大口径炮弹，这使战场充满了变数。那俄罗斯的限制手段有哪些呢？据悉，其中一项限制手段是撤销国外军工企业的维修许可证，如2022年，俄罗斯撤销了保加利亚和捷克的一切公司许可证，使其无法维修米系直升机，从而切断了流入乌克兰的可能性。但从前线战况而言，俄罗斯的这项阻挠措施并未完全奏效。如乌克兰从美国就曾接受过不止一批的米17多用途直升机，
这些援助的苏系武器很多都是美国提供给其他国家的武器。除技术手段限制外，俄罗斯也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向有意愿军援乌克兰的国家施压，来限制武器流入乌克兰。如据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总经理米赫耶夫证实称，他们公司已停止了与对俄罗斯不友好国家的合作。在俄罗斯近期举行的 Army 2024国际军事论坛上，卡朗施塔德公司展示了格罗姆无人战斗机的全新设计概念。其实在此之前，俄罗斯已经展示过格罗姆的概念，但是此次展出的却是与之前风格迥异的新概念。根据卡朗施塔德公司的描述，最新的格罗姆更加注重原始性能，尤其是速度优势，而不是隐身和续航能力。它的最大飞行高度为12000米，最大速度为每小时1000公里，航程可达700公里。在整体设计上，其采用短三角翼，并配有水平稳定器和垂直尾翼，尾翼还安装有整流罩，可以容纳卫星通信天线、降落伞和电子战装备。在动力配置方面，目前还存在争议。如果要加配加力燃烧室，可能会在 RD33 或 RD93 涡扇发动机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没有加力燃烧室，可能就会选用 AI222-25 双轴涡扇发动机。当然，也不排除还有其他可能。在武器方面，它能够搭载重达2000公斤的武器，包括激光武器、制导炸弹以及部分导弹。整体来看，新格罗姆无人战斗机的性能要比俄罗斯当前同类别的战斗机强上不少。不过，由于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国防部已经对其进行采购，再加上此次展示的只是格罗姆无人战斗机的全新概念模型，而在俄乌冲突的前提下，俄罗斯是否有能力为该项目提供资金，也尚未可知。据韩国防卫事业厅14日消息，韩国于去年12月发射的首枚自主研发的军事侦察卫星，在经过数月测验之后，现已正式展开运作，可以执行侦察任务。据悉，该卫星为低轨卫星，其搭载有电子光学和红外线相关设备，可识别日夜间物体，拍摄影像的分辨率可达 0.3 米，远优于朝鲜卫星3米的分辨率。除了这枚侦察卫星之外，韩国还计划在近地轨道上额外部署4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其中1枚 SAR 卫星已在4月发射升空。韩国希望能够借此加强对朝鲜军事活动的侦测和监控力度。据中时新闻网8月14日报道，前几日，英国皇家海军首度公开了新一代右标发射器安西利亚。安西利亚的首要特点在于操作弹性，其发射架可装填12枚不同类型的右标，并能够根据威胁种类、方向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它还具备体积小、重量轻等特性，便于安装在各型舰艇上，以强化自卫能力。反观英国海军现役的海瑞右标发射器系统，只能发射特定种类右标，且发射角度固定而无法有效调整射程，在整体性能方面与安西利亚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尽快换装安西利亚，提升舰队的作业弹性，英国海军目前正着手计划将以安西利亚取代45型驱逐舰上装备的海瑞，正在建造中的26型和31型巡防舰也将直接装备安西利亚。据美国国防部消息，前段时间，美国空军驾驶 B-2 轰炸机在墨西哥湾上空使用反舰武器 QuickSync 击沉了一艘破旧的商船。该反舰武器通过对改进的 GUB-31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添加新的导引头单元，并与美国空军最新的武器系统进行集成，具备成本低、威力大等特点，能够初步满足美国空军对快速打击能力的需求，可以为新型作战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美国 B-2 轰炸机在今年的第3次行动，第一次是在今年4月，当时正值美国空军举办1年1度的幽灵警戒演习。在此期间，美国空军驾驶12架 B-2 轰炸机同时进行了训练，而这也是近年来 B-2 轰炸机最大规模的行动。
第二次则是在2024环太平洋军演中，参与了击沉美国塔瓦拉号的行动，展现出了惊人的火力。对于美国如此频繁部署 B-2轰炸机的行为，从侧面反映出该战斗机的快速打击能力目前已经趋于完善，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纳入到美国空军的部署行动中。据 BAE 公司声明显示，已和美国空军签署了一份价值4800万美元的新合同，将进一步推进 INSGUARD 系统。INSGUARD 系统是美国下一代情监侦任务的开发和资源管理系统，它能够使用多情报信号处理、预测分析、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等技术，来对当前军事情报进行实时分析。这项研发计划会在圣地亚哥进行。BAE 公司将专注于开发和集成空中应用系统，以提高美国空军在现代化战场环境中的态势感知能力。据 X 平台8月14日消息，比利时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新开发出了一款名为 Mega Army 的应用程序。Mega Army 能够识别和提供有关军事装备的信息，且可以让士兵在模拟的真实环境中进行仿真训练。这也就意味着，士兵能够在可控的虚拟环境中与军事设备的虚拟复制品进行交互。如士兵在虚拟战场中会遇到虚拟的敌方车辆和武器， Mega Army 会立刻识别这些军事装备的信息，并及时反馈给士兵，让士兵做出更准确的战术决策。而且 Mega Army 不仅可以提供军事物资的相关信息，还可以充当士兵的虚拟导师。通过与士兵的交互行为， Mega Army 可以准确地识别到士兵当前的知识层次，并制定相关的训练课程。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能够让士兵更快地掌握军事技能。此外，当士兵在虚拟场景中进行规模性的训练演习时， Mega Army 还能够凭借强大的分析能力，实时评估士兵当前决策的可行性，然后提供改进意见，让士兵的团体作战更加高效。也正因如此， Mega Army 还可以被用来计划和模拟军事行动。通过将 Mega Army 集成到大规模的模拟作战场景中，作战部队可以在行动前进行虚拟化的模拟演练，通过测试不同的策略，完善整体的运营计划，能够大幅降低部队的作战风险，并增加所执行任务的成功率。近日，波兰为加强国防实力，先后签署了多份采购合同。8月12日，美国雷神公司与波兰签订了一份新合同，将为其提供48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配备的 M903 发射器，总价值约12.3亿美元。这批发射器将由波兰本土的军工企业为其陆军进行生产，预计于2027年至2029年间实现交付。值得一提的是，波兰此次采购 M903 发射器还是该国维斯瓦防空反导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快速增强自身防空能力，同时促进盟国间的国防工业，进行更深层次的技术交流。时隔仅2天，8月14日，美国国防博客发布报道称，波兰国防部签署了一份价值1.9亿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部队交付首批28辆 AMZ 海狸3轻型装甲侦察车，旨在取代波兰陆军中大量服役的 BRDM-2。AMZ 海狸3是波兰研发的现代化侦察车，而 BRDM-2 则是苏联时期的两栖装甲侦察车，两者在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为了促使陆军快速完成换装，早在今年2月，波兰就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准备在2025年至2035年间向陆军提供286辆 AMZ 海狸3，而此次交易只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预计会在2026年至2028年之间进行交付。据路透社8月14日报道，德国科隆机场附近的一处军事基地疑似遭到入侵，基地军营饮用水处理厂附近的围栏上莫名出现了一个大洞，德军认为这可能会导致该基地内的饮用水受到污染。由于该基地比较特殊，是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及其各大部长们出行时常用军机的所在地，德军第一时间便封锁了该基地，并告知基地士兵暂时不要饮用自来水，随后便开始调查基地内部可能存
在的其他破坏行为，但直到目前为止，并未发现任何非法入侵者。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几个月，波兰、英国和捷克等多个国家也都报告过此类事件，同样未曾发现任何非法入侵的迹象。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军是否已经丧失库尔斯克州制空权 ？F-16又是否投入战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